领袖的使命 Leaders Eat Last 是由西蒙·西涅克 Simon Sinek 所著的一本关于领导力和组织文化的书籍。这本书的核心主题是建立强大、受人尊敬的领导者，以及如何创造一个积极、富有凝聚力的工作环境。以下是书中的一些重点。领袖吃最后。书的标题源于这一重要概念，强调了领袖的角色是为了支持和保护他们的团队成员，就像一个家庭中的父母会确保孩子吃饱了才吃自己一样。这个观点强调了领导者的责任感和关心员工的利益。信任和信任文化。书中提到，信任是组织成功的基石。建立信任需要领袖坚定的价值观和诚实的沟通。信任文化鼓励员工更好的合作、创新和担当责任。荷尔蒙的角色。西涅克还讨论了荷尔蒙在领导和组织中的作用。他强调了催产素和催产素的作用，它们可以在组织中激发忠诚度、合作和归属感。领导者的责任。书中明确提出，领导者不仅负责实现目标和提高绩效，还应该关心员工的幸福和健康。领导者的责任是创建一个支持和鼓励个人成长的环境。领导者的典型特征。西涅克描述了优秀领导者的一些典型特征，包括同理心、责任感、坚定的价值观、决策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他认为这些特征可以培养和发展。领导者的生物学基础。书中讨论了人类大脑的生物学特点，解释了为什么领导者的行为和决策会对员工产生深远的影响。西涅克强调了情感和人际关系对于组织的重要性。组织文化的塑造。西涅克强调了领导者在塑造组织文化方面的作用。他指出，领导者的行为和价值观会在整个组织中产生影响，因此他们需要成为文化的榜样。成功案例。书中还包括了一些成功组织的案例研究，展示了如何通过实践书中的领导理念取得卓越的业绩。总的来说，领袖的使命强调了领导者应该关心员工的幸福和健康，以及建立一个基于信任和合作的文化，从而实现组织的成功。这本书为领导者提供了实际操作指南，帮助他们在现代工作环境中更好地领导和激发团队。领袖吃最后这一概念是西蒙·西涅克在他的书《领袖的使命》中强调的核心理念之一。他强调了领导者的责任和关心员工的重要性。以下是更详细的描述。领袖的角色。西涅克通过领袖吃最后这一观念，强调了领导者的角色是为了支持和保护他们的团队成员。这个角色类似于家庭中的父母，他们确保孩子们吃饱了才吃自己，表明领导者的首要任务是满足员工的需求，确保员工的福祉、员工的信任和忠诚。当领导者表现出对员工的关心和支持时，员工更有可能建立对领导者的信任和忠诚。这种信任是建立强大组织文化和卓越绩效的关键因素。员工知道他们的领导者关心他们的利益，会更愿意投入精力，为组织的成功而努力工作。心理安全感。当员工感到领导者会在困难时支持他们，他们更有可能在工作中提出新的想法，解决问题和创新。这种心理安全感有助于建立一个开放和积极的工作环境，鼓励员工分享意见和反馈。员工福祉和工作满意度。领袖吃最后的概念还强调了领导者对员工的福祉和工作满意度的重要性。如果员工感到被尊重、被听取并得到支持，他们更有可能对工作产生积极的情感。
更愿意留在组织中，从而减少人员流失率。价值观的体现，通过采取领袖吃最后的态度，领导者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观，这可以在整个组织中传播，这有助于树立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和道德原则的文化。这种文化有助于组织的长期成功和可持续性。综上所述，领袖吃最后强调了领导者应该将员工的需求和福祉置于首位，以建立信任，鼓励创新和创造一个积极的工作环境。这个理念强调了领导者不仅是组织的决策者，还是员工的支持者和榜样，这有助于建立强大的团队和组织。信任和信任文化是西蒙·西涅克在他的书《领袖的使命》中强调的另一个关键概念。他认为信任是组织成功的基石。以下是更详细的描述。信任的重要性。书中强调，信任是建立强大组织文化和卓越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一个充满信任的环境中，员工更有动力合作、创新和承担责任。相反，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中，员工可能会感到沮丧，表现出较低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信任的构建，西涅克提出，领导者必须通过一致的行为和诚实的沟通来建立信任，这包括遵循承诺、坚守价值观、诚实地与员工互动，以及在决策中考虑员工的利益。领导者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有助于建立信任。信任文化的特征。信任文化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组织文化。这种文化的特征包括开放的沟通，员工可以自由地表达意见和担忧；透明度，员工了解组织的目标和决策过程；以及责任感，员工感到他们对组织的成功有重要的影响。信任的影响。信任不仅影响员工的工作表现，还影响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在一个充满信任的组织中，员工更有可能感到满足和愿意留在组织中，减少员工流失率。此外，信任还有助于建立强大的客户关系，因为客户更愿意与那些他们信任的组织合作。信任的维护。信任是一个持续建设的过程，需要时间和努力来维护。领导者和员工都需要积极参与，确保信任不断增强。这包括及时解决问题、倾听反馈、建立开放的反馈机制以及鼓励积极的沟通。总的来说，信任和信任文化是组织成功的关键组成部分。建立信任需要领导者的坚定承诺和一致的行为，以及一个开放、透明和支持员工的文化。当信任存在时，员工更有动力为组织的成功努力工作，组织也更有可能实现卓越绩效和持续发展。在西蒙·西涅克的书《领袖的使命》中，提到了荷尔蒙在领导和组织中的角色，特别是催产素 oxytocin 和皮质醇 cortisol 这两种荷尔蒙。以下是更详细的描述。催产素 oxytocin。催产素是一种荷尔蒙，通常被称为亲和荷尔蒙或信任荷尔蒙。在书中，西涅克强调了催产素在建立信任和亲近感方面的作用。这个荷尔蒙在社交互动和积极的人际关系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人们互动时，例如团队成员之间或领导者与员工之间建立积极的关系，催产素的释放可以增加信任感、亲和力和合作精神，这有助于构建强大的团队，减少冲突，提高工作效率。皮质醇 cortisol。皮质醇是一种与压力有关的荷尔蒙，通常被称为压力激素。在书中，西涅克谈到了在充满压力、
不安全感或缺乏信任的环境中，皮质醇水平可能会升高。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员工感到焦虑、紧张和不满，影响他们的工作表现和健康。因此，领导者应该创造一个低压力、高信任的工作环境，以减轻员工的压力，提高他们的福祉和工作满意度。荷尔蒙的影响力。希涅克强调，领导者的行为和组织文化可以影响员工的荷尔蒙水平。通过采取支持性、信任建立的措施，领导者可以促使员工释放更多的催产素，从而增强信任感和积极性。相反，高压力、低信任的环境可能导致员工的皮质醇水平升高，影响员工的健康和工作效率。领导者的角色。书中强调了领导者在调整组织文化和工作环境中的重要作用。领导者可以通过建立信任、鼓励积极互动、提供支持和认可员工的工作来影响员工的荷尔蒙水平。这些措施可以创造一个积极、协作和有利于员工发展的氛围。综上所述，荷尔蒙在领导和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催产素和皮质醇。领导者应该认识到荷尔蒙的影响，并采取措施来创造一个支持性、低压力和高信任的工作环境，以促进员工的信任、合作和健康。这对于建立强大的团队和组织非常重要。在西蒙·希涅克的书《领袖的使命》中，有关领导者的责任是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以下是更详细的描述。关心员工的幸福。书中强调，领导者的首要责任之一是关心员工的幸福。这意味着领导者应该关注员工的整体福祉，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工作满意度。领导者应该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员工幸福的工作环境，以确保员工在工作中感到快乐和满足，支持员工的成长。领导者还负有责任支持员工的个人和职业成长，这可以通过提供培训和发展机会，提供反馈和指导，设立职业目标以及鼓励创新和学习来实现。领导者的角色是帮助员工实现他们的潜力，同时也有助于组织的成功。制定明确的愿景和价值观。领导者还应该制定明确的组织愿景和价值观，并将其传达给团队成员。这有助于为组织提供方向和目标，并确保所有成员都在同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框架内工作。领导者的价值观和决策应与组织的愿景和价值观一致。鼓励开放的沟通。领导者负有鼓励开放和诚实的沟通的责任，这包括倾听员工的反馈和问题，并提供积极的回应。领导者应该建立一种文化，员工可以自由地分享想法，提出问题，而不必担心负面后果。塑造组织文化。领导者对于组织文化的塑造至关重要，他们的行为和决策对于组织的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领导者应该成为文化的榜样，推动文化价值观的实施，以确保组织的文化与其愿景和价值观一致。负责决策。领导者需要负责组织的重要决策，包括战略、资源分配和人员管理。这需要领导者权衡不同的利益和风险，并做出能够实现组织目标的决策。总的来说，领导者的责任不仅仅是管理和指导团队，还包括关心员工的幸福，支持他们的成长，塑造组织文化，制定愿景和价值观，以及负责重要决策。领导者的行为和态度对于组织的成功和员工的幸福至关重要，因此领导者需要认真履行这些责任。
在西蒙·西涅克的书《领袖的使命》中，提到了优秀领导者的典型特征，这些特征有助于他们在组织中取得成功。以下是更详细的描述。同理心 （empathy）， 优秀领导者表现出对员工的同理心，他们能够理解员工的需求、情感和挑战。同理心使领导者能够更好地与员工建立联系，倾听他们的关切，因此更容易获得员工的信任和合作。责任感 （accountability）， 领导者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表现出责任感，他们愿意为自己的决策和行为承担责任，并且在团队出现问题时采取积极的行动来解决问题。责任感是建立领导者信誉的关键因素。坚定的价值观 （strong values）， 领导者具有坚定的价值观和道德原则，这些价值观指导他们的决策和行为。他们在处理伦理和道德问题时坚守原则，始终如一地践行自己的价值观，为团队树立了榜样。决策能力 （decision-making skills），领导者需要具备良好的决策能力，能够在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明智的决策。他们根据可用信息和团队的利益来权衡选项，并采取行动，推动组织向前发展。团队合作能力 （team collaboration）， 优秀领导者是出色的团队合作者，他们能够有效地与团队成员合作，推动团队实现共同的目标。他们鼓励开放的沟通和信息共享，并能够将不同的观点和技能整合在一起，以取得卓越的结果。积极的榜样 （positive role model）， 领导者应该成为积极的榜样，展现出积极的态度和行为。他们的工作态度、自律和职业道德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并传播了积极的文化。学习意愿 （desire to learn）， 领导者是终身学习者，他们不断寻求新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和新的挑战。他们鼓励员工继续学习和发展，以提高组织的竞争力。有效的沟通 （effective communication），领导者具备出色的沟通能力，能够清晰、坦诚地传达信息和期望。有效的沟通有助于减少误解，提高团队的协作效率。总的来说，优秀领导者不仅具备领导技能，还表现出同理心、责任感、坚定的价值观、决策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积极的榜样等一系列重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助于建立信任，激发员工的潜力，并推动组织向前发展。西蒙·西涅克在书籍《领袖的使命》中讨论了领导者的生物学基础，强调了人类大脑的生物学特点对领导和组织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以下是更详细的描述。荷尔蒙和神经递质。西涅克指出，领导和组织文化不仅是社会性的现象，也受到生物学因素的影响。他提到了一些关键的荷尔蒙和神经递质，如催产素和多巴胺，它们在社交互动和团队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催产素有助于建立信任和亲密关系，而多巴胺则与奖励、激励和积极情绪有关，这些都对领导者的行为和组织文化产生影响。社会性大脑。人类大脑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性，这意味着我们天生具有与他人互动、建立关系和合作的倾向。这种社会性大脑使领导者能够理解员工的需求、情感和反应，并更好地与他们建立联系。领导者可以利用这种社会性大脑来促进合作、建立信任和培养团队精神。情感和人际关系。
希涅克强调了情感和人际关系在领导和组织中的重要性。他指出，情感和人际关系对于员工的忠诚度、合作和工作满意度都有深远的影响。领导者应该理解情感的力量，并利用情感智能来管理团队和组织。压力和应对，领导者需要面对高压力的情况，而大脑的应激反应和应对机制对于领导者的表现至关重要。领导者需要学会在压力下保持冷静，有效地应对挑战，以及帮助员工处理压力。意义和目标，人类大脑寻求意义和目标。领导者的角色之一是为组织提供明确的愿景和目标，以激发员工的参与和努力。当员工感到他们的工作有意义时，他们更有动力为组织的成功努力工作。综上所述，领导者的生物学基础在领导和组织文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了解人类大脑的社会性、情感、应激反应和寻求意义的倾向，可以帮助领导者更好地理解员工的需求和行为，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创造一个积极的工作环境和组织文化。这有助于领导者更好地履行他们的角色，促进团队和组织的成功。在西蒙·希涅克的书《领袖的使命》中，组织文化的塑造是一个关键主题。他强调了领导者在创建和塑造组织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以下是更详细的描述：领导者的行为榜样。希涅克强调，领导者的行为是组织文化塑造的关键因素之一。领导者的行为榜样会被员工观察和模仿。如果领导者表现出积极的价值观、团队合作和道德原则，那么员工更有可能在工作中表现出相似的特征。明确的愿景和价值观，领导者应该制定明确的组织愿景和价值观，并将其传达给团队成员，这有助于为组织提供方向和目标，确保所有成员都在同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框架内工作。领导者的价值观和决策应与组织的愿景和价值观一致。开放的沟通和反馈文化，领导者可以通过鼓励开放的沟通和反馈文化来塑造组织文化。员工应该感到可以自由地分享想法，提出问题，而不必担心负面后果。这种文化有助于建立信任和透明度。奖励和认可制度，领导者可以通过建立奖励和认可制度来强调组织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观。当员工表现出符合组织文化的行为时，他们应该得到认可和奖励，这有助于强化期望行为。培训和发展机会，领导者应该提供培训和发展机会，以帮助员工掌握所需的技能和知识，以适应组织文化和实现组织的愿景。这有助于员工的个人成长和组织的成功。持续改进，组织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领导者应该持续关注文化的变化并做出调整。这可能涉及识别问题领域、改进流程、培训领导者和员工等。承担责任，领导者应该承担对组织文化的责任。如果出现文化问题或不符合期望的行为，领导者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纠正问题，并确保文化符合愿景和价值观。总的来说，领导者在组织文化的塑造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们的行为、价值观、愿景和决策都对组织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积极的领导和明确的引导，领导者可以创造一个积极、合作和有利于员工发展的文化，从而推动组织的成功。